肖晨光，我告诉你，今天你的转正名额，你让也得让，不让也得让。肖晨光，你名牌医大毕业又怎样？没我爸点头，你这辈子都别想转正。乖乖把名额让出来，哥以后还能赏你口饭吃。我这是重生了，回到了1999年了。我是肖晨光，本是胜利医院最年轻的外科医生，前途坦荡。可前世，大伯却逼我把转正名额让给堂哥肖明渊，只因为我挡了他儿子的路。你在诬陷我，断我的右手，让我再也握不了手术刀，毁了我的医生梦。老天有眼，重活一世，绝不重蹈覆辙。肖晨光，你聋了？没听见我说话？晨光，你要想在胜利医院混下去，最好乖乖把名额让给我，明白吗？威胁？我要是不答应，肖晨光，什么意思？你敢拒绝我？反了你了！我家供你吃供你穿，让你让个名额怎么了？你就是条狗，也应该懂得报恩吧？报恩？那要不要算算，当初我爸妈的抚恤金你们分了多少？这些年我勤工俭学的工资，你们拿了多少？你小畜生，你竟敢翻旧账！名额我绝不会让，不仅不让，属于我的东西，我会一样一样亲手拿回来。你今天之后，和肖海洋一家一刀两断。急救！急救！病人病危，让一让，让一让！居然是他，江州的首富刘振东。前世他因为手术不及时死在病床上，导致整个胜利医院被刘家迁怒拆迁。妙手圣医系统觉醒成功，成功绑定宿主肖晨光，系统新手礼包已下发，宿主可随时提取使用。恭喜宿主成功激活系统。系统，这天神之眼、神之右手等能力已全部激活。天神之眼可看病人生命倒计时，神之右手能让你手术时看清病人体内细胞组织，洞悉病灶，提升手术成功率。这能力，这不就是我前世梦寐以求的？宿主可通过抽奖获得医术经验、身体强化等奖品。目前抽奖次数0，100经验点可兑换一次抽奖机会，经验点需通过救治病人获得。救人得经验点换抽奖，去哪儿找病人？等等，刘振东，前世刘振东发病未能及时送到更好的医院，在我们这儿却不到5小时就没了。这一次，他的命我要了。是刘先生。王医生，我爸突然这样了，求你救救他！别急，我先看看。刘小姐放心，刘先生只是肝硬化腹水，病情反复，情况不严重。他不是肝硬化腹水，他是心包填色。肖晨光，刘先生之前的诊疗全是我负责的，你一个未转正的实习医生，也敢质疑我？天神之眼，看着你！果然是心包填色，而且活不过5小时了。经评估，救治病人刘振东可获得231点经验值。231点经验值，正好2次抽奖机会。肖晨光，你疯了！拿着几根破针想杀人吗？保安，保安在哪儿？就是肖医生，你别胡闹，出了事你担得起吗？肖医生，你别乱来，快放下银针。刘小姐，你还有2分钟的时间决定你父亲的生死，救或者不救。我还剩1分半钟，肖晨光，你在胡说八道什么？还剩1分钟。这种演技，这种气氛，
这绝不是一个普通实习生能拥有的。肖医生，我信你，求你救救我爸！就胡闹吧，等出了问题，我看你怎么承担得起。哼！可以了。可以什么了？可以？你把人救活了吗？你看看你，活了，真的活了！我的个天老爷，这年轻人什么身份啊？几针下去，必死之人都给救活了！莫非是哪位国医圣手的传人？这就是从阎王爷手里抢人啊！胜利医院什么时候来了这么一个天才医生？这水平都能当个主任医师了吧？什么时候会这种中医手段啊？用银针救了心包吸血的病人，出什么事了？李主任，刚才有位心包三色昏迷的急症病人被肖医生用银针救活了。什么？心包压塞？用银针救活？不可能！这急症死亡率奇高，得做穿刺手术啊！是真的，您看病人状态好多了。这位先生，您现在感觉怎么样？我现在感觉还好，就是很虚弱。那你先放松身体，我来给你仔细检查一下。好。老李，刘先生情况怎么样？积液消失了，心音清脆，血压回升，这不可能！肖医生，这是教科书上都还没定论的盲穿引流术，你竟然只凭几根银针就做到了！什么？肖晨光一个刚入职的新人，竟然做了连老李都不敢做的手术！恭喜宿主救治成功，获得231点经验值，可兑换2次抽奖机会，是否立即抽奖？抽奖。2连抽开始！恭喜宿主抽中神级技能大师级止血术、大师级血管缝合术。止血术，只要你在，手术台从此告别血崩；缝合术，无痕微创，连显微镜都挑不出瑕疵。止血与缝合，这可是外科医生的2座大山，有了它们，我肖晨光的手术台就是死神的禁区。爸，我们得想办法，不然走正规流程，我的转正名额肯定会被肖晨光抢走的。不可能，你放心，有我在，转正名额一定是你的。大事，出大事了，主任！慌什么？出什么大事了？主任，肖晨光医生刚才在医院门口用银针救活了一个病危的心包塞塞病人，而且他的病人还是江州市首富刘振东先生。什么？这怎么可能？心包塞塞的危重病人，他肖晨光用银针就救活了，这不可能！他的医术怎么会这么厉害？肖主任，我说的都是真的，他们现在还在医院门口，王主任和李主任都在现场，李主任亲自检查过刘先生，确认他已经没事了。知道了，你先出去吧。好的。这父子俩怎么回事？肖庆光不是他们亲戚吗？听到他救人的消息，怎么一点都不高兴？真奇怪。该死，爸，这可怎么办？肖晨光救了刘振东，声望肯定又提升了，医院里肯定会有更多人提议让他转正的。别急，事情没你想象的那么糟糕，我还有办法收拾这些。爸，你有什么办法？现在所有人都夸他医术了得，但他的真实水平我一清二楚，根本没那么玄乎。现在只要我给他安排一台手术，让他在手术中出错，彻底完蛋了，绝对会被踢出医院。陈医生，肖晨光医生出事了。晨光怎么了？陈医生，你别急，不是坏事儿，是肖医生太强了，
他刚在医院门口用银针救下了突发心包胆塞的江州首富刘振东。什么？银针救活心包胆塞危重患者？千真万确，李主任、王主任都亲眼看见了。这什么情况啊？我这徒弟什么时候还有这技术了？我咋都不知道啊！肖医生，不，肖神医，刚才我一脚踏进了鬼门关，是你硬生生把我拽了回来，你的恩情我刘志登没齿难忘。刘先生严重了，你命不该绝罢了。爸，你不知道刚才有多险，要不是他，结果我都不敢想象。肖医生，你对夫妇的救命之情，刘雅跪谢了。快起来，快起来，不至于这样。这肖医生年纪轻轻就能有如此高深的医术不说，还如此谦逊，当真是少年俊杰翘楚啊！这种年轻人得好好结交。雅雅，你把我的私人名片给肖医生，给他留一个我的联系方式。肖医生，请您务必收下。在江州，只要您拿着这张片子，无论遇到什么麻烦，刘家哪怕倾家荡产，也保您周全。我这算是和江州首富搭上线了，这倒是个相当优质的人脉资源，说不定以后能用上。紧急抢救，院内启动999急救，请抢救小组、麻醉科、急诊科医护等医护人员火速前往支援。999急救，快赶去抢救室，立刻开启急救物资，通知手术室待命。999急救，我记得前世这次的急救最后失败了，而且师傅陈玉玲还是负责人，还因为这次急救吃了大亏。这次我绝不允许前世的悲剧再次发生。师傅，陈光，你也来了。我听说你用银针救了心包底塞的病人，我怎么不知道你会施针？师傅，这事晚点说，现在手术室里到底怎么样？病人脑内大出血，必须立刻开颅。这台手术我主导。病人颅内大出血，不止这么简单。前世师傅就是误判病情才导致手术失败，我必须提醒他。师傅，这台手术由肖晨光动刀。肖晨光，这台开颅手术你来主刀。让我主刀？你有这么好心？肖海洋，你疯了！陈光他没有大型手术经验，怎么能主刀这种开颅手术？老陈啊，你我都清楚这台开颅手术的成功率不到1成。你要是医院主刀，万一失败了，怎么对医院负责？你刚好这事儿就让陈光试试。刚刚陈光在门口展示的那套针法，那是咱们院都没见过的奇迹。这已经不是普通的手术，这是技术突破呀！难道你想因为你的保守，亲手断送下病人唯一的一线生机吗？那能一样吗？穿刺引流和开颅完全是两回事儿，岂能混为一谈？实习生，他救活刘总的时候，谁说他是实习生了？陈玉良，你要是再拦着，这病人出事了，你担得起这个责任吗？你，师傅，这台手术我接了。陈光，你疯了！不行，你不能接，这是陷阱。陈主任，你够了！肖晨光都答应了，你再阻拦，错过手术时间，看你怎么和病人家属、医院交代！肖海洋，你个王八蛋！师傅，相信我。陈光，我果然没有看错你，有担当。肖海洋，你不就是想借这台高难度手术害我身败名裂？可惜我早已今非昔比，注定要失望。陈光，等等我，我陪你进去兜底，有什么情况我们一起应对。肖晨光，你就等着手术失败，被彻底赶出医院，一辈子都不配当个医生吧。陈光，患者脑内出血量超过100毫升，还伴有心脏病、糖尿病并发症，手术难度极大，你一定要小心。天神之眼，开！出血量不止100毫升，已经形成血栓，若1小时内不及时处理，患者必死无疑。情况很危急，不能再等，必须马上开始手术。陈光，你干什么？这是开颅手术，你怎么取出银针？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进来。萧海洋，慌慌张张的像什么样子？出什么事了？院长，大事不好！萧晨光要主刀急救开颅手术，你快过去！你说什么？萧晨光做开颅手术？他一个没大型手术经验的新手，怎么敢？千真万确，估计已经动手了。您再不阻止，病人必死，医院声誉就彻底毁了。混账！胡闹！新手主刀开颅，简直拿病人命当儿戏！院长，您慢点，等等我。萧晨光，只要院长看到你手术失败，谁都救不了你，你死定了。开始清污，准备后续处理。这是真的，颅内大出血啊！就靠几根银针，居然就把血水引导出来了。这是怎么做到的？银针治颅内大出血，我从业这么多年，听都没听过，直接颠覆了所有认知啊！萧医生，他从哪里学来这种手法的？太离谱了！正常开颅最少4、5个小时，萧医生不到1小时就搞定。换以往我做梦都不敢这么想啊！这还是我徒弟吗？他从未学过这种银针术，到底从哪儿学来的？陈院长现在火冒三丈，只要手术出半分纰漏，萧晨光这次必死无疑。我得再添把火，让他更愤怒，彻底把萧晨光踩死。陈院长，您消消气儿。萧晨光就是年轻气盛，想表现自己而已。手术应该不会出太大事儿，毕竟他之前还……人命关天的大事，萧晨光一个毛头小子担得起这个责任吗？是无法无天，胡闹透顶！手术开始多久了？院长，已经开始1个多小时了。什么？1个多小时了？是的，院长。开门，我进去看看。要是病人出了问题，你们都担待不起。好的，院长。萧晨光，你好大的胆子！一个没做过大型手术的新手也敢主刀开颅，你这个祸害是要毁了医院，害死病人吗？看来这萧海洋笃定我手术失败，还特意把院长找来对付。不过可惜了，现在的我早就不是以前的我了，他白费心思了。萧晨光，你说话，是不是手术失败了？病人是不是没救了？真是不知天高地厚，毛头小子也敢拿病人的命开玩笑！等一下再好好收拾你。萧晨光，这就是和我作对的下场。早乖乖把进修名额让给你大哥，何至于落到今天这个地步？萧海洋，你就那么确定我手术失败了？你一个都没有大型手术经验的新手医生，你还能完成得了一台开颅手术？做梦呢！手术真成了，萧晨光只用一针就引起了不响。不进去看看吗？不可能！你怎么可能成功？一定是陈玉良主刀，和你没关系。是吗？是不是我师傅主刀？你进去问一下我就知道了。当着，这就继续揭穿你！简直是医学奇迹，颅内积血彻底清除，出血完全止住，仅凭几根银针就做到了。萧晨光，他到底怎么做到的？他的手法我完全看不透，在场所有医护也没有一个人能看懂其中门道。太离谱了，全程没开颅，仅凭银针就引出血液，稳住病情，这医术闻所未闻。他这手法堪称神迹，说是医学突破也不为过。我备好5小时麻醉量，万万没想到还
他1个多小时就完美收尾，全程零失误。怎么可能？他怎么会有这么高的医术？肖海洋，干什么？我报告还没看完，谁让你乱碰的？还给我！院长，您别被他骗了，他就是个新手，怎么可能有这么高的医术？这一定是造假，是你们被他蒙骗了。造假？肖海洋，你是在质疑我，还是质疑在场所有医护人员和医院的检测设备？还是说，在你眼里，我们所有人都不如你懂医术，你就看出了造假，我们看不出？不是的，院长，我没有质疑大家，我只是觉得难以置信，一个新手怎么会有这么高的造诣？闭嘴！医术高低从不是资历说了算。萧晨光的医术已然达到顶尖水平，好苗子，真是个好苗子。院长，我举报，我要实名举报萧晨光。院长，我要实名举报萧晨光。陈院长，我举报萧晨光，他在手术经验均未达标的情况下，违规主刀颅内出血重症手术，无视医院规章制度。萧海洋，你放屁！你忘了是谁逼着陈光上台手术的？现在你敢倒打一耙？你胡说！陈玉良，你少血口喷人！你这天高地厚，主动要上台的。肖主任，当时我就在抢救室门口，亲眼看着你以病人危急、主任不便为由，强令肖医生上台主刀。没错，我也看得一清二楚。你分明是想把风险推给肖医生，事成了抢功，失败了让他背锅，打得一手好算盘。陈院长，我也能作证，全程都是肖主任逼着肖医生上台的，肖医生是遵令行事，根本不存在违规一说。好你个肖海洋，你眼里还有规矩吗？待会儿我就通知院委会给你记大过。给我滚出去！混账玩意儿！院长，您听我解释。闭嘴！赶紧滚！陈主任，快把肖晨光叫回来，这次我必须重奖他。好了，院长，我这就去叫他回来。陈光，快过来，院长要见你，有好事儿。宿主剩余2次抽奖机会，是否开启？抽奖。恭喜宿主获得体质增强加骨科宗师。体质增强后，宿主力量、爆发力、耐力、敏捷等身体指标在原有基础上增强10倍，同时解锁顶级骨科全能技艺。原本我还有些疲惫感的，体质增强后，我感觉现在的自己精力无比充沛，力量也变强了。肖晨光，少得意，等着瞧，我必让你身败名裂！弄死我，没机会了。陈院长，陈光，你这银针银血太绝了，从哪儿学的？平时爱钻研中医古籍，结合古本琢磨练习出来的，目前还在完善阶段。这都行，当真是后生可畏啊！陈光，这次你立大功，我会通知院委会对你重奖并公开表扬的。爸，肖晨光又立功了，这转正名额他10拿9稳了，这下我怎么办？不可能，名额只能是你的。爸早有盘算，这次定要让他万劫不复，彻底断了转正路。爸，你打算怎么做？医疗事故，只要给他安上一起严重的医疗事故，他就必死。好办法，可这事儿没那么容易啊。有些事故本就是人为可控的。陈光，你的医术远超同龄，真是后生可畏，前途无量啊！陈光，我朋友医院收了位重症患者，身份特殊，他现在束手无策。今早刚急着联系我求助，到时候你跟我一起过去，可行？好，我听院长安排。
紧急通知：江州高速发生重大连环追尾事故，伤亡惨重，急需所有空闲医护人员立刻到1楼大厅集合，携带急救设备驰援现场。陈光，跟我走，去救人！好，马上。一组处理开放式创伤，止血包扎；2组排查颅内损伤和骨折伤员，优先转运重伤员。胜利医院的医生，背部软组织挫伤，左膝撞击伤，无大碍，送救护车回院休养3天即可。明白。连触摸问诊都没有，就这么草率下结论，万一有隐匿内伤怎么办？这也配做胜利医院的医生，太不专业了。轻微脑震荡，头皮裂伤，立即清理伤口止血，留观半小时再转运。就这水平，凭什么这种货色能进顶尖医院，我却要被卡在第2医院？王医生，这个病人状态不太好，麻烦您先做个初步检查，我们好安排后续转运。好。问题不大，右脚患轻微骨裂，身上是皮外擦伤，消毒包扎后回家静养，1周后复查即可。等等，不对，他的情况不对劲，现在立刻让病人躺下！你在质疑我的专业判断？血水之眼，看！脾脏受损，中度包膜破裂，血液正往腹腔渗透，情况危急，若不及时止血，最多半小时，必死无疑。师傅，这个病人情况严重，需要马上止血急救，过来协助我一下。你胡说八道什么？我刚刚检查过了，他生命体征平稳，并无异常。你放心，我说你没事就没事，你回去休息就好。好的。真不知道你这种半吊子是怎么混进胜利医院的。儿子，你怎么了？儿子，你别笑嘛！怎么回事？怎么会这样？我明明检查过他的身体没问题啊！医生，我儿子到底是什么情况？你不是说他没事吗？你个庸医！医生，求求你救救我儿子，求你了！你先起来，让开位置。让伤者保持平躺。当务之急是先给他内伤止血，这个可以通过精准深处加压达到目的。好了，病人好像真的好转了！天哪！我现在已经暂时压住出血，稳住生命体征，立刻以最快的速度将他送往医院。感谢医生，感谢医生救了我儿子性命！陈光，你这套救护方法从哪儿学的？我之前看过古籍里记载的传统应急救护技巧，刚才现场尝试运用，没想到效果很不错。偶然间翻看到的，试了一下，那估计是失传已久的秘术，你这都能施展出来。师傅，医理万变不离其宗，对吧？妖孽，这简直是个医学妖孽，老天爷追着喂饭的那种妖孽啊！师傅，现在看清了紧急，不是多说的时候，我们先去救人。好，救人要紧。好，你有事儿？你怎么看出病人脾脏破裂的？我明明检查得很仔细。你只专注于检查患者外表有无外伤，却完全忽略了内伤排查。脾脏破内出血多为隐性损伤，外表无明显创口。你未针对性排查腹腔内脏器损伤，自然没能发现异常。那种极度隐蔽的跳跃性损伤，连精密的仪器都未必能瞬间捕捉，他竟然仅凭肉眼就做出了判决。他这洞察能力太可怕了。胜利医院的医生已经都是这种实力了吗？果然好强。还有多久到现场？秦先生，最新通报，连环相撞已经超过20辆车，现场重伤人数已经飙升到35人，其中有12个已经处于休克边缘。该死！按照这个伤亡密度，如果没有顶级外科医生现场压阵，3分钟内死亡人数就会开始翻倍。
秦先生，目前现场只有几支普通的急救小组，别管限速了，每早到1秒就可能多救一个人，快加速！不愧是胜利医院的团队，太专业了，尤其是那个叫肖晨光的年轻医生。快，救人！快点！秦先生，所有伤员都已救治完毕，需送医的已全部转运走了。我拼了老命赶过来，伤员全都救治完毕，转运走了，这么快，怎么做到？秦先生，我对你有印象，你是第2医院的医生吧？这次带队抢救伤员的是你，你叫什么名字？是的，我是第2医院王腾山，此次带队抢救目前已全部完成。小王，你能在这种条件下迅速稳住死线，真是干得漂亮。秦先生，您误会了，这次能这么快完成抢救任务，不是我的功劳，是胜利医院肖晨光医生的功劳。哦，肖晨光，他人呢？快带我去见他，我倒要看看是什么样的人这么厉害。秦先生，您来晚了一步，肖晨光医生刚离开，就是乘坐那辆车走的。走了，我还想和他好好探讨一下，没想到这么不凑巧。不过也无妨，既然他在胜利医院，那我明天就亲自登门去会一会他。我们的英雄肖晨光医生回来了，快迎接英雄回归！他在高速车祸现场救了众多伤员。晨光，你可算回来了。院长，怎么院领导们都来了？这么大阵仗是闹哪样？晨光，我们自然是来欢迎你这个英雄的。另外还有个好消息要宣布，院长，此话何意？经院委会研究决定，即日起为你转正，同时破格提拔你为我院主治医生。转正只是迟早的事，但直接破格提拔为主治医生，晨光终于转正了，还直接破格当主治，可以。晨光，忙活这么久也累了吧？走，先去我办公室坐一坐，我有点事儿要和你商量。好。宿主已成功救治多人，再次获得抽奖机会，请问是否现在抽奖？抽奖？抽奖结束，恭喜宿主解锁毒术精通神技，无需任何仪器，仅凭肉眼就能一眼看穿他是否中毒，精准识别毒物隐患。肉眼辨毒，这是为我量身定制的技能啊！混蛋，肖晨光这个杂碎，居然转正还破格当主治，该死啊！爸，肖晨光这是骑在我们头上拉屎，现在是主治，以后肯定会处处针对我，这可怎么办啊？晨光啊，我之前和你说我朋友的事情，你还记得吧？我那朋友是秦洛明，病人是他女儿秦怡。秦洛明是那位国宝级医科圣手秦洛明先生吗？没错，就是他。他女儿现在就在我们医院了，想请你去看看，如何？陈院长，麻烦您了。是肖晨光，咱们医院最年轻有为的主治医生。陈院长，您没开玩笑吧？依依的病连老秦都，肖医生是不是太年轻了？李妹，医学界看的是真功夫，不是岁数。肖医生，对不起，我只是太担心女儿了。理解。晨光，去看看依依。好，晨光，依依是复杂子激害性腺心病，多脏器复合进行，属于心脏外科天花板技能。有把握吗？院长，我先看看病人的情况，再给你个明确答复。天神之眼，开！这是典型的复杂子绢性腺心病，顶级难度的心外科手术，目前全球范围内的成功案例屈指可数。不过，这手术我能接。晨光，怎么样？有把握吗？院长，手术可以做，病人的心脏已达极限，需要立刻安排。好，我就知道我没看错人。爸，机会来了！肖庆光接了秦若明女儿的手术，简直自不量力。什么？好，他还真是自寻死路啊！没想到这么快就送上门来了。爸，咱们怎么动手才稳妥？救人难，弄死易。这支药剂足够让肖晨光万劫不复了。晨光，这台手术
全国都没有成功案例。你跟我说实话，你有几成胜算？10成。10成？你认真的？对。那些顶尖专家连3成都不敢保，他竟然说10成。手术室那边准备的怎么样了？院长，手术室那边已经做好最后的准备了，随时可以手术。晨光，接下来就交给你了。萧晨光，这次我让你死无葬身之地。肖医生，患者身份确认无误，术前准备已全部交毕，随时可以开始。开始吧。麻醉师准备给药，全麻。收到，准备给药。住手！所有人立刻停下！肖医生，怎么了？还没开始给药啊？这种黑色武器不是病灶，是毒。药水有问题，有人在破坏手术，需要人为制造医疗手术事故。肖医生，这瓶是术中补液，经过3级核对的。患者瞳孔散大，心电图 ST 段异常抬高，这不是腺心病的症状，是急性药物中毒引发的心悸抑制。这，谁那么大胆子，竟然敢人为制造医疗手术事故？源头找到了，立刻关闭输液泵，撤下这瓶生理盐水，用氦苏钠封管，流量增减。好。肖医生，这台手术的生理环境已经乱了，咱们是不是应该先终止手术？病人现在是非颤前兆，一旦停下，他连手术台都下不去。维持体外循环，推注15毫克进行抵抗，换药上麻醉。肖医生，气管插管完毕，血氧饱和度回升，麻醉深度足够，可以开台。天神之眼，2号圆头刀。怎么可能？眼口居然没有渗血，这是完美避开了血管丛。复杂子质型先心病的总割粘连最严重，他竟然只用1把刀就分离开了，太离谱了。别分心，睡睡前准备进入体外循环转流。已经进去1个小时了，这台手术涉及的心肌重建和血管转位极其复杂，稍有不慎就是万丈深渊。灯灭了，门开了。晨光，成了吗？肖医生，我女儿怎么样了？手术很成功，但手术过程中有变故。什么？有变故？晨光，手术过程中发生了什么？手术过程中，有人在故意制造手术事故，给患者注射了不该注射的东西。什么？谁这么胆大包天？是故意还是失误？查！这件事必须给我一五一十查清楚。爸，你的手段真高啊！我听说那个病人身份非常不简单，萧晨光要是治死了，那他就彻底完蛋了。哼，萧晨光一个毛头小子也敢跟我斗，他这次必死无疑。爸，他死了也活该，谁让他非要和我们父子作对呢？要是他乖乖给我让路，就什么事儿都没了吧？他死了，他的位置你顶上，以后这医院迟早都得是我们父子2人说了算。把他弄进去，咱们就可以高枕无忧了。萧海洋，这畜生，给老子滚出来！院长，你怎么来了？萧海洋，你好大的胆子！身为医生，竟敢在手术里动手脚，你这是在杀人，你知不知道？院长，您这话什么意思？我冤枉啊！萧晨光，是你手术出意外了，想找我背黑锅，对不对？你竟然敢污蔑我！萧海洋，你以为你做的事情真的天衣无缝，没人发现得了？这瓶药里加了什么，你应该比谁都清楚。整个医院只有3个只取名，其中2人的使用记录完整，而你萧海洋昨天取去的那支去哪儿了？近1个月的出库单都在这儿，那上面除了审批章，还有你萧海航亲手按下的指纹，你还要怎么狡辩？保安，把这2个祸害给我拿下！不，爸，救我！晨光，
晨光，我只是一时糊涂，我是你大伯呀，我们是一家人啊！晨光，求你放过我这次，我们是亲人，我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敢了。现在知道错了，你不是知道错了，只是知道怕了。哇！父子两个真是丧心病狂！现在说什么都晚了。走！这两个狗东西，差点整个医院都跟着他陪葬。父女关系给他们判个无期起诉，是老子看死了！幸好有你啊，晨光！你不仅救了病人，还救了整个医院。晨光，我决定马上向院委会提议，破格提拔你为副主任医师。副主任吴医师，现在我前是定位人生目标的事情，现在就这么轻易做到了。唉，翻遍古今中外的医学典籍病例，也寻不着为依依治疗的稳妥方案。也不知依依现在怎么样了，打个电话问问情况吧。喂，老秦吗？我刚想给你打电话说说依依的情况呢，你刚好就打过来了。依依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老秦，你别急，你听我说。快说。老秦，依依她做了手术了，而且手术做得非常成功，5斤区左右。什么？依依手术成功了？谁？是谁给依依做的手术？胜利医院的肖晨光医生主刀做的手术。肖晨光？对，肖晨光，一个很年轻的医生。胜利医院，肖晨光，等等，是高速车祸现场那个医生，他的手术水平竟如此之高。老秦，喂，你在听吗？雪梅，你帮我留住肖晨光，我马上过去，一定要留住他。我挂电话了。肖晨光水平如此之高，留在胜利医院就是埋没人才，我得想办法把他抓到省医院去，正好请他代表南江省医院参加两江省医术交流大会。恭喜宿主解锁单次抽奖机会，是否立即开启抽奖？抽奖！恭喜宿主获得天赋生命之心，催动生命之心专属能量，可在可控范围内加速人体细胞修复与再生。细胞修复再生，这天赋未免太过逆天了吧！这是赋予了我生死人入骨的能力啊！晨光啊，老秦，也就是秦洛明，刚才在电话里和我说要亲自过来见你一面，他马上就要到了，你跟我一起去门口接一下他。走。哇，这谁家的镇长？这是什么大人物来了啊！我的天，这排场也太吓人了吧！是哪位大人物驾临了？看这车牌，这好像是省总院的最高规格车队，难道是总院的顶尖大佬来了？就是省总院的专属车队，那车头车牌我认得，是那位国宝级医科圣手秦洛明先生的座驾。老秦，老秦啊，老秦，你过来就算了，怎么搞得这么大声头？就算是想要感谢我，也不至于弄得这么热闹，好吧？老陈啊，我必须得感谢你，真心感谢。老陈，快给我介绍介绍，救了我小女的肖医生在哪里呢？快给我介绍一下，我要好好当面感谢他对我女儿的救命之恩。晨光，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南江省唯一一位国宝级医科圣手秦洛明。国宝级医科圣手，这种人物我秦氏想见一面都得排队，现在他却主动来见我。老陈，这位就是肖医生肖晨光，就是他救了你女儿。肖医生你好，鄙人秦洛明，非常感谢你对我女儿的救命之恩，我这次就是专程过来感谢你的。秦先生你好。好，不愧是我南江省的青年俊杰，不仅医术了得，更是生得一表人才啊！那当然，晨光如今可是胜利医院最年轻的副主任医师，他日后前途无量，我觉得日后他肯定能比肩你的高度。肖医生确实前途无量，而且我认为他日后的成就必然会在我秦洛明之上。而且我觉得肖医生这种顶级人才留在胜利医院实在是有点埋没人才了。
秦洛明，你他妈想什么意思？你想挖老子的宝贝疙瘩？老陈啊，你冷静点，别急。冷静？你他妈都要挖老子宝贝疙瘩的墙角了，老子冷静个屁！喂，老陈，你说话别那么难听。什么叫做挖墙角啊？我这是在为南江省乃至是国家挖掘培养人才啊！你闭嘴，我等着。老陈，你在找什么？老子在找搬砖，我要拍死你这臭不要脸的东西！我看到了什么？胜利医院院长和国宝级医科圣手为了抢人要大打出手，我在做梦吧？我见鬼了！2位医学界的大人物为了抢人都要打架了，这太他妈离谱了吧！老陈，冷静，你先冷静。冷静？老子冷静个屁！我们医院好不容易出了个好苗子，你反手就要薅走，你让我怎么冷静啊？老陈啊，我这不也是为了肖医生的前途和整个南江省医学界考虑吗？难不成你还想今年南江省继续被北江省压一头？北江已经在2江医学交流会上连续压我们南江8年了，今年的交流会又要开始了。我听说，今年北江省那边甚至派出了不到30岁就在顶刊柳一当上发表了2篇开创性论文的顾明峰。南江省也不知道今年能不能出来一个让我有点出手欲望的对手。陈光，实话说，我这次过来不仅是要当面感谢你，还想邀请你代表南江省参加2江医学交流会。那些人后来都成为了国内医学界的顶梁柱。2江医学交流会，南江省、北江省连续压了8年，完全抬不起头来。没错，只要你做到了，我全力推举你，让你破格提拔为南江省医院主任医师。南江省院主任医师，这身份、地位、资源一步跨越数个层级，可以说在南江医疗体系内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了。宿主处境触发神秘任务医学之光，任务需宿主参加2江省医学交流次会，并大放风采，完成后可获得3次抽奖奖励。看来这个任务可以接。陈光，我可以为你再多争取一点，将你的福利待遇全部拉到顶杠，让你直接享受副院长待遇。副院长待遇，我这身份地位是要一步登天啊！秦先生，我答应你的邀请。院长，今年江北不仅派出了顾明峰这种级别的人才，还有许多水平略差于他的精英，水平都非常高。相较于他们，我们医院，难不成我们偌大的南江省就找不出来几个水平好点的年轻医生？我们今年要继续被江北踩在头上？院长，我们已经尽力在调动省内医院的顶级青年精英医生了，可是整体水平和北江比起来……院长，秦先生回来了，他说他带回来一个天赋比他还厉害的医生。老秦回来了呢，还带回来一个天赋比他还厉害的医生，他人呢？能被老秦认可的人肯定不简单，我必须亲自出门迎接。老李，人我已经给你带过来了。老秦，听说你找了个天才，哪儿呢？啊，这么年轻，这就一刚毕业的实习生吧？老李，你先看看这个，什么东西？等等，依依的手术报告单，他手术成功了？谁做的？怎么做到的？他做的手术，至于怎么做到的，你得问他。什么？是他？没错，就是他救了我女儿，他的医术造诣在我之上。肖医生，鄙人是南江省医院院长李重英，方才是我冒犯了，现在我给你道歉。李院长你好。肖医生啊，今年的交流会你一定要帮忙啊，我们连续被北江压了8年了，希望你能替我们南江搏一个扬眉吐气的机会。没问题，我定全力以赴。好，太好了！老李啊，北江医院底蕴深厚，多年来天才人物层出不穷，压得南江喘不过气。确实，但那都是过去式了。陈光丝毫不比他们差，他必然能让南江在2江交流会上大放光彩。对，有陈光在，今年该轮到南江赢了。饮食作息不规律导致的脾胃虚弱，食欲不振，饭后腹胀伴反酸，问题不大。我开个调理方，按时喝即可缓解。下一个，慢性肩炎，用手过度所致，多喝温水，避辛辣，开点润喉药，1周可好转。下一位，先生，你长期胃部眼痛不适，根源是轻度积食运化不畅，并无大碍。
这断针速度也太绝了，把脉不过2秒，连根源都找得一清二楚。不愧是北江省医院的骨干，太强了。哎，差距太大了，我们要反复问诊查舌苔。反观苏医生，一眼看穿，精准利落。哼，这点本事就让你们大惊小怪。看来南疆的医者不过如此。今年的交流切磋，依旧是我们北疆减压你们一头。下一位患者，且慢，你的诊断错了。这人谁？南疆省医院医生？谁给他有简直质疑北疆省医院精英呢？说我诊断错了，你又是什么人？天神之眼，开！你平日是不是长期反酸嗳气、上腹眼痛，饭后总感觉胃部聚重难消，还经常熬夜，饮食作息极不规律？你怎么会知道这些？我从没跟任何人说过。你的脏腑病灶早已显露，这绝非普通疾史，是典型胃黏膜肠上皮化伤，属于明确的胃癌前期病变。你胡说八道什么呢？你别听他胡说，你好得很，他懂个屁！等等，胜利医院，你不是南疆省医院的医生？我是南疆省医院下属胜利医院的医生。原来是下属医院的医生啊！你一个下属医院的医生也敢对我指手画脚，谁给你的勇气？搞什么？一个下属医院医生跑这儿来找什么存在感？原来是下属医院的废物啊！他怎么跑这高档次交流会上来了？这些混蛋敢这样对陈光说话，不行，我得去给陈光撑腰。老李，你急什么？你没看陈光都没有急吗？可是，据我所知，陈光可不是任人欺负的主，你等着看好戏就行了。他会用实力让那些人闭嘴的，你看好戏就行了。我也很想看看陈光怎么让那些人闭嘴。下属医院的水平果然不行，一个轻微积食的症状，竟然说是什么胃癌前兆，真是可笑。我很明确的告诉你，他就是胃黏膜肠伤水，用肉眼判的胃黏膜化生癌变前兆。这就是你南疆医生的证据，你难为以为我们北疆压了多年？说笑。这位先生，你最好立刻做一个胃镜和活检病理，晚了就来不及了。不，这不是真的。够了！庸医想把人吓死不成？没病都要被你吓出病来了。立刻给他安排胃镜和活检病理项目，做一次全面的检查。李院长，你这是什么意思？你们下属医院的医生胡闹也就罢了，你个跟着胡闹。李院长，你们下属医院的水货医生不懂肉眼看不出胃黏膜肠上皮变生，你也不懂？王浩，你怎么说话的？我说错了。李院长，你要是查出来你们南疆的水货看错了，你们南疆省医院也将沦为笑柄。你敢拿你们南疆省医院名声做担保吗？我给肖晨光做担保，立刻加急安排检查。秦先生，您怎么在这儿？你也支持他？他那就是一派胡言。怎么？你是在质疑我？不，我哪里敢质疑您呢？我说的是，别废话了，老李，立刻安排检查，加急加快，我要尽快见到结果。好，立刻去安排。秦洛明和李成英两人同时给这个年轻人站台撑腰，这家伙到底什么来着？就算你有秦先生和李院长站台撑腰又怎样？胃黏膜肠上皮皮生是绝对不可能肉眼确诊的，我等着看你丢脸。结果马上就要出来了，我看你等一下怎么收场。给我看看。从秦先生这表情来看，他护着的萧晨光肯定出错了，我赢了。不自量力的东西，区区一个下属医院的庸医也敢跑来质疑我，我呸！晨光，你的诊断没有错，确实是胃黏膜肠上皮化生。什么？这怎么可能？确诊果然化属于胃黏膜肠上皮病变，病灶隐匿极深，常规必须依靠胃部胃镜、病理活检才能确诊，单凭肉眼望诊根本不能做到，完全违背临床化学常识。不是吧？他真能用肉眼诊断出胃黏膜肠上皮混化？这他妈还是人？真的，竟然是真的！你是怎么判断出来的？脾胃开窍于口，循行关联鼻络与头面气血，患者唇色暗沉发乌，鼻翼经络淤紫，
太阳穴周边气血滞缩，气色着重，表里相应，脏象外化，足以判定其胃黏膜已出现病理性化生。这也能行？你认真的？我就是这么判断的，而且判断的很准，对不对？好样的，晨光，你果然没有让我失望。哈哈哈，这下我看你们还有什么话说。王浩，你现在该不会要质疑我们医院的检查设备不行，查出来的结果错的吧？崇英，你是不是高兴的太早了？交流撇磋才刚开始呢。我们能赢一场，接下来就能继续赢。院长，早上送来那个高空坠落的患者，现在张主任没有把握做手术，需要你马上过去看一下。什么？在哪个手术室？走，我马上过去看一下。肖医生，你也跟我过去一下，可以吗？可以。院长，手术情况怎么样？张主任没把握做好这台手术，刚好北江省医院的顾明峰在这儿，已经接手手术了。开门。肖医生，一起进去。好。血管接好了，出血完全控制住了，手术结束，患者生命体征平稳。顾医生这技术也太牛了吧！不管是开刀还是缝合，都太完美了。幸亏有顾医生在，不然这台手术真的要搞砸了。不愧是北江医院的顶级高手，我是真比不上啊。院长，手术彻底成功了，患者状况特别好。这次咱们南江医院真得好好谢谢顾医生。大家别这么客气，就是举手之劳而已。病人之前情况多糟糕，我心里清楚。顾医生就别谦虚了，我随便露一手，南江医院的院长都得谢我。看来今年我们北江稳赢江南。等等，你这台手术根本没做完，患者还有生命危险。你什么意思？李院长，他到底是谁？晨光，怎么回事？患者手术出问题了？天神之眼，开！院长，这位患者肺部也伤得很重，还在出血，要是不马上做肺部止血手术，人就保不住了。胡说八道什么？患者已经做过肺部 CT， 他肺部根本没受伤。医学仪器也不是万能的，有些肉眼能看出来的问题，仪器不一定能检测到。我还以为你真有两把刷子，能看出我忽略的东西，原来就是在这胡扯。李院长，我好心帮你们解了围，你们就这么质疑我、侮辱我，今天你们必须给我一个说法。目前来看，顾明峰的手术确实做得挺成功，不过我更相信晨光的判断。怎么回事？我手术明明做得很成功，怎么会这样？怎么突然抽搐咳血了？刚才不是好好的吗？顾医生，病人这到底是怎么了？院长，现在该怎么办？从患者现在的脉象和体征来看，他确实是肺部出血了。这医生是肺部出血啊！这么精密的医疗仪器都查不出来的问题，他光用眼睛就看出来了。那现在怎么办？病人这情况太危急了，随时都可能没命啊！怎么可能？他真的看出来了，肯定是瞎猫碰上死耗子，蒙对的。肖医生，现在你最了解病人的情况，你能不能出手救救他？肖医生，现在你最了解病人的情况，你能不能出手救救他？安排手术吧。好，快，赶紧给肖医生安排手术。哼，你愣着干什么？赶紧去啊！大家都动起来，马上手术！院长，术前准备做好了。晨光，可以手术了，这事就拜托你了。院长放心，有我在，不会出问题的。有你这句话，我就彻底放心了。这个肖医生到底是什么来头？竟然能让李重应这么信任推崇？我倒要看看你到底有几斤几两，最好能把这台手术做好，不然有你好看。肖医生，你打算用什么开刀方案进行手术？不用开刀。
用开刀？你不是说病人肺部破裂了吗？不开刀怎么缝合修补啊？我自有我的治疗方案，你们看着就行，给我打辅助就好。目前这种情况，对普通医生来说，开刀是最直接有效的办法，让他有生命之一。哼，你干什么？病人肺部本来就受了伤，你这么按压他的胸腔，会加重病情的。都别动，别妨碍肖医生治病。完了完了，这病人没救了，他肯定活不成了。等等，他怎么了？他竟然……搞定，没事了。快，赶紧给病人做全面检查，看看他现在到底怎么样了。院长，病人的生命体征恢复的特别好，就连之前的手术伤口都已经大幅度愈合了。你到底是怎么仅凭肉眼就看出病人症状的？还有，刚才你用的是什么手法？为什么不开刀就能把病人的肺部损伤修好？高空坠落伤的核心隐患本就在于隐匿性内脏挫伤。我通过观察患者颞部皮下瘀斑、锁骨区疼痛体征，结合其呼吸浅快、血氧饱和度轻微异常的隐秘表现，这都行。当然，还需要结合创伤机制推演，才能精准定位到肺赠隐匿性破裂，并非单纯依靠肉眼观察。这太离谱了，顾医生！就在刚才，肖医生仅凭肉眼就能判断出胃黏膜肠上皮秽化，而且他不久前还完成了一台复杂的子型型先生病手术。连复杂的子型型先生病手术都能做，他到底是什么人？南疆什么时候出了这么一个天才？恭喜宿主肖晨光成功完成特级医疗救援任务，奖励高级抽奖次数乘2，解锁专属医疗天赋病毒克星。病毒克星，详细说说这天赋能干什么？该天赋能让宿主肉眼直接间捕捉解析其核心基因序列传播途径及致病机制，实时生成针对性克制方案。今后无论是常见病毒感染，还是罕见未知病毒引发的疑难病症，我都能快速精准突破了。抱歉，食品厂那边突发大规模食物中毒，上级让我们立刻过去支援救援。晨光，你跟我就去支援急救。好。快，再想想办法！还有工人在昏迷，不能就这么等着啊！让开，都让开，优先保证救援通道通畅。你是这里的负责人，目前有多少人中毒？毒源确定了吗？我是厂长，有30人出现中毒症状，毒源暂时还没确定。不过中毒员工吃过的食物已经取样送检了，抓紧时间抢救人员。晨光，你也一起参与。现在这个患者就交给你负责。好的，院长。患者面色发黑，唇色惨白，身体正微微抽搐，发出无意识的呻吟。这症状不像是食物中毒那么简单。不对，这根本不是食物中毒，这是病毒。系统立刻分析患者体内的病毒样本。检测分析完毕，患者体内存在新型视神经免疫病毒，该病毒可特异性攻击中枢免疫神经系统，破坏免疫细胞活性及神经传导功能。经检测确认，传播途径为呼吸道微末传播。呼吸道微末传播，请立即同步病毒毒性分级、致病周期以及感染后的致死率和危重并发症风险。病毒感染性极强，对人体中枢神经及免疫系统破坏度极高。感染者若未得到针对性干预，病程进展迅速，1周内可出现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率达30%。怎么回事？食物中毒怎么会引发咳血？这症状太异常了！样品送检结果还没出来，没法判断毒素类型，根本无从对症抢救啊！快推迟检测中心！快，立即给患者上心电监控吸氧，快速排查是否有内脏出血，准备止血药剂。院长，不能再按食物中毒抢救了，这里所有患者都不是食物中毒，是被一种新型视神经免疫病毒感染了。不可能，绝不可能是病毒感染！
我们食品厂每天都按规范完成消杀工作，卫生达标，怎么会有病毒？你别在这里胡说八道，制造恐慌！陈光，你确定这里的患者都是被病毒感染了？确定？不可能！你别在这里胡说八道！我们食品厂怎么可能会出现病毒感染？目前患者的种种症状根本不符合病毒感染的指征，李院长都没能判断出是病毒感染，你凭什么敢这么断定？陈光，你有多大把握确定这些患者是被病毒感染了？100%把握。陈光，你确定是什么病毒吗？要是病毒感染，我们必须立刻调整抢救方案，否则会耽误最佳抢救时间。是一种通过呼吸道传播，可快速破坏人体免疫神经的全新未知病毒。胡说八道！胡说八道！是刘望山教授！太好了，刘教授可是大夏最高医疗院的专家，他来了，患者就有救了。连国家级顶级医疗专家都来了，还有这么多顶尖医护人员，这下彻底稳了。哪家医院的医生竟敢在这里胡说八道？刘教授，没想到您亲自带队过来了，真是太感谢您了。李成英，原来是你们南江省省医院的。哼，你们南江省医院的医疗水平当真是越来越差，连这种不负责任、随口造谣的人都能留在医疗团队里。刘教授，您不能这么说。肖晨光很负责任，专业能力也很强。快上急救设备排查内脏出血情况，立刻执行！刘教授，没用，常规止血和急救手段根本控制不住患者的症状。我说了，他是被病毒感染，常规的中毒抢救手段没有任何用处。你够了！这个患者的症状分明就是典型的食物中毒反应，呕吐、咳血、抽搐。刘教授，我再说一次，他不是食物中毒，是被新型氏手经免疫病毒感染。如果继续用常规中毒抢救手段，半小时后他必死无疑。空啊！我从事医疗行业30年，什么样的中毒病例没见过？轮得到你一个毛头小子在这里指手画脚？医生，求你救救我儿子！我看你说的肯定，你一定有办法，对不对？阿姨，您放心，我会尽力救他。刘教授，事到如今，不如让肖医生试一试。如果他救不了，我们再另想办法也不迟。李初英，你糊涂！你竟敢拿患者的性命当赌注，纵容这个毛头小子胡来！刘教授，我相信陈光的医术，他的专业能力比我们所有人都强。好，我倒要看看你这个毛头小子能玩出什么花样！哼，要是救不活患者，我定要追究你的责任。他这是在干什么？配不上仪器也不用药，就靠按穴位呢。这要是能救人，我们也能当医生了。乱来！要是最后耽误了患者的最佳抢救时间怎么办？陈光，需要我搭把手吗？不用，院长，你在一旁看着就好。好，有需要你随时开口，我一定全力配合。病毒已经侵蚀患者脏腑，必须先灭杀病毒，再修复受损脏器，一步都不能错。他这是什么抢救手段？按压穴位，怎么可能灭杀病毒救治患者？胡闹！赶紧让他停下来！再这么胡闹下去，患者就真的没救了。住手！你这是要害死他吧？快住手！你看清楚点，他已经好多了。什么？刘教授，你看看患者脸色。
晨光，我果然没看错你，真有你的！哈哈哈哈！你是怎么知道是病毒感染的？结合患者脉象节律、体征异常表现，结合病毒侵袭脏腑特异性症状，通过辩证推演与体征溯源分析，可明确判定为病毒感染而常规中毒。晨光，患者是不是已经彻底好了？其他人也能用同样方式救助吗？不，情况没有那么乐观，他体内的病毒还没完全清除。病毒还没有清除，怎么会这样？他不是已经恢复过来了吗？想要彻底清除患者体内的病毒，需要更多治疗手段。那该怎么办？当务之急是要立刻控制人员流动扩散，将所有扩散风险源头掐死。现在必须要立刻对人群进行区分管理，防止风险外溢扩散的情况出现。立即执行肖医生的指令，快！肖医生，此前是我冒昧了，你的专业判断远超我的预期。从现在起，现场所有医疗管控、救治工作全听你调度，我全力配合。不必多言，眼下以病毒防控和患者救治为首要任务。晨光，有任何需求，我们全力支持。好，即刻对所有隔离人员进行病毒筛查，并同时开展病毒溯源，排查感染源头，切断传播链。明白，我亲自带队，确保不漏一人，不存死角。本台实时报道，食品加工厂突发神秘病毒感染事件，目前现场已全面封锁隔离，由肖晨光医生领衔开展病毒防控与患者救治工作。后续进展，本台将持续追踪报道。他这么年轻，一看就是初出茅庐的货色，凭什么能领衔负责这么大的防控工作？这未免太草率了。肖晨光不过是个无名之辈，既无权威资质，也无重大病例救治经验，让他领衔，简直是拿公众生命开玩笑。是啊，这么重大的事件，怎么能交给一个这么年轻的人负责？肖晨光，为进一步加强病毒防控工作，我市决定。爸，您快看，现在都在质疑肖先生，说他拿公众生命当儿戏。立刻调动所有媒体资源，以我刘氏集团的名义发布声明，全力声援肖晨光。好的，爸，我立刻对接所有合作媒体。立刻草拟声明，以我个人及医院名义，全力声援肖晨光，同步公示他的过往诊疗实教，保持所有不实质疑。赵会长，这是肖晨光的完整履历资料，您仔细看看，此人履历堪称传奇，完全超出我们的预期。不到30岁，成功完成复杂子异型先心病根治术，主导攻克多例疑难重症，还带领南江省医院实现诊疗水平跨越式提升。不仅如此，秦洛明国医圣手、刘东东企业家，甚至是北江省医院，都已公开为他站台，全力声援他。好一个青年才俊！我大夏医疗协会就需要这样的天才医者。立刻通知协会所有核心委员，紧急召开专项会议，商讨破格吸纳肖晨光为协会委员。会长，这不合协会章程啊！接纳委员需具备国医圣手荣誉，且年满50岁，肖化国两者都不满足。章程是死的，人是活的。肖化国的医术与担当，足以让协会破例。特事特办，立刻执行。晨光，这已经是我们第96次调试药方配比了。若是此次仍无法齐效，我们恐怕只能向国际病毒学专家求援了。向国外求援？大夏医者丢不起这个脸，我相信晨光能成功的。取病毒样本，准备药效测试。
96次药方调试，系统提供的所有配伍思路已全部验证，这一次必须成功。成了，药方调试成功！晨光，真的成功了，药液真的能灭杀病毒。肖医生，你没有开玩笑吧？我们真的攻克病毒药方了，成功了！这份药方精准有效，只要服用药液，就能彻底灭杀体内的病毒，阻断病情进展。晨光，药方成功，下一步我们该如何推进？接下来需要一名病毒感染者服用这份药液，完成临床验证，确认药效安全性与稳定性。大家别怕，不用你们冒险，这份药我亲自来试。晨光，我来，你不能冒这个险。药方刚成，安全性尚未完全验证，真有任何意外，这份风险我来扛。李院长，先别急着喝，太冒险了。李院长，太险了，要不让我来吧？要不我们先找动物试药？我们跳过了太多流程，很容易出问题的。晨光，你对这药有多大把握？我们真的不需要先做一下动物活体实验吗？如果李院长担心，我亲自来。特事特办，患者没那个时间等。这玩意儿也太苦了！李院长，你怎么了？快让开，扶李院长坐下。肖晨光，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别乱，这是正常反应，药物已经开始起作用，正在灭杀李院长体内的病毒。李院长，你感觉怎么样？我好像没事了，而且感觉身体前所未有的轻松，有点神奇。这状态，我怎么感觉好像变年轻了，还更有力量感了？晨光，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刚才喝的药不仅杀死了你体内的病毒，还能迅速提升你的体质。什么？这药还能提升体质？确实可以。李院长，为了让大家放心，现在需要对你进行病毒检测。好，马上检测，要是没问题，立刻给其他人救治。他通过了，完全没问题。成功了，我们成功了！肖医生，我们真的成功了！肖医生，我们真的成功了！立刻备药，厂区内所有人员必须尽快喝上。好，我马上去安排。也不知道肖医生那边情况怎么样了。刘氏集团已经动用所有渠道为他声援。爸，快看南疆省电视台有肖医生的消息。怎么了？本台消息，肖晨光主导的医疗团队成功攻克突发高危病毒，食品厂危机彻底解除。不愧是肖医生，太好了，真成功了！不到24小时就攻克了新型病毒，国际顶级专家都束手无策，他一个年轻人竟做到了。是我看走眼了，肖晨光太厉害了。还有人反对破格吸纳肖晨光为协会理事吗？作为协会会长，我率先表态，我支持认证肖晨光为国医圣手，破格吸纳为协会理事。赵会长，肖晨光的专业能力确实出众，但他的年龄和出身背景是否还需再斟酌？怎么，我们这些深耕医学领域多年的人，还要以年龄、出身论高低，埋没真正的人才？好了，举手表态，同意破格吸纳的，请举手。这才对，医者仁心，唯才是举。只要是能为大夏医学出力的人才，我们就该不拘一格，全力托举。我之所以坚决要破格吸纳他，还有一个关键原因：往年每一届国际医学交流大会，大夏医者始终处于被动，屡屡被国外同行轻视压制。我计划亲自登门，邀请肖晨光代表大夏
出席今年的国际医学交流大会。肖医生，所有感染者均已服药，目前体征稳定，无一人死亡。大家辛苦了。如今的局面是我们所有人并肩努力的成果，缺一不可。不，这都是肖医生你的功劳，没有你，我们根本撑不到现在。是啊，若不是你，后果真的不堪设想。肖医生，以后还请你多多指点，我想跟着你好好学习。宿主完美处置重大卫生安全隐患，核心任务超额完成，触发隐藏机制，解锁顶级神秘奖励，是否立即启动领取程序？领取。这岂不是相当于拥有了让人不死的能力？晨光，以你现在的水平和能力，我回去后立刻和院委会走流程。走什么流程？当然是破格提拔你为南江省胜利医院副院长的提议流程。副院长？没错，提拔你为副院长。厉院长，你是认真的吗？提拔肖医生为副院长？省医院副院长不到30岁，这真是一步登天。我倒觉得正常，以肖医生的威望和水平，完全当得起。晨光，你不用有压力，你完全能胜任胜利医院副院长。这是我前世难以企及的高度，如今却来得这么容易。怎么？莫不是觉得副院长委屈你了？那没有，只是没想到这一天会来得这么快。你才华横溢，走到这一步是必然的，不必有压力。老李说的没错，晨光，你完全不必有压力。秦先生，您怎么来了？当然是来接你回去了。得知你成功的消息，我第一时间就赶过来了。有劳了。晨光，你这次可是真给我们南江省出尽风头了。职责所在罢了。真是难得的青年俊才，胜不骄，败不恼，前途无量。肖医生，刚开始我对你有所质疑，现在我向你道歉。肖医生，之前的事儿，对不起了。我之前错了，还请肖医生见谅。肖医生，希望你能多多指教。别，刘教授，不必这样，大家都没必要这样。我知道你们并没有什么恶意。刘教授，剩下的收尾工作就交给你们了，我们先带晨光回去休息。没问题，没问题。肖医生确实该回去好好休息了。晨光，走吧。肖医生怎么还不出来？肖医生，多亏肖医生解决了病毒，不然真不知道会闹出多大的混乱。我之前还怀疑肖医生，真该死。等他出来，我一定要当面好好道歉。出来了，肖医生出来了！我的天，他比电视报纸上看起来更年轻。快，给肖医生送花，感谢他。这是大夏医疗协会的车队，他们怎么来了？那辆头车是大夏医疗协会会长赵明安先生的座驾。大夏医疗协会，那可是大夏最顶级的医疗组织，他们管着整个大夏的医疗事宜。难道是来找我的？他想干什么？赵会长，老秦，有什么话待会儿再说。今天我是特意来见肖晨光医生的。赵会长竟然亲自登门拜访晨光，他到底想干什么？该不会是要来和我抢人吧？肖医生你好，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大夏医疗协会会长赵明安，特意为你而来。赵会长您好。老秦，你这是什么眼神？老赵，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你这大人物怎么会亲自登门拜访晨光？我也不和你们打哑谜了。我此次前来是为了邀请肖晨光加入大夏医疗协会，并且授予他国医圣手称号。授予我国医圣手称号，整个南江省也仅有秦龙明一位国医圣手啊！赵会长，您是认真的吗？真要评定肖晨光医生为国医圣手？老赵，协会已经正式决定好了吗？那是自然。
萧晨光的表现已经征服了协会所有理事，大家一致投票，通过了这个决议。国医圣手啊！目前现存的国医圣手仅有不到10人，而且都是50岁以上的老前辈。30岁的国医圣手，还是出自我们南疆省，这真是我南疆省之幸啊！晨光，你真是为我们南疆省争了口气。老赵，那你们决定好什么时候给萧晨光授发勋章了吗？明天就可以正式授予萧晨光国医圣手勋章，到时候会有很多人一同见证这一时刻。哈，那我明天必须到场，见证晨光成为国医圣手的高光时刻。晨光啊，你马上就要成为大夏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国医圣手了。国医圣手，这是我前世想都不敢想的高度，如今我却要登上这个台阶了。肖医生，想必你现在也累了，先回去休息吧。好，确实有点累了。你明天负责接送肖医生到会场，参与勋章授予大会。不，现在你就送肖医生回去休息。好的，会长。肖医生，这边请。肖医生，请上车。谢谢。晨光，你总算下来了，大家都在等着我们这位主角出场呢。李院长，秦先生，你们这是干什么？当然是来陪你一起去会场，见证大夏医学界最年轻的国医圣手诞生啊！马上，我们南疆省就能同时拥有2位国医圣手了。当然，这是我们所有人的荣耀。晨光，走，车已经在大门外等着了，咱们赶紧上车赶过去。那是刘振东先生的座驾。首副刘先生怎么来了？还用说吗？肯定是为了萧医生来的。萧医生，爸，萧医生出来了。肖医生，我刚得到消息就赶过来了，恭喜你啊！刘先生，你怎么过来了？我得知你马上要被授予国医圣手称号，特意过来沾沾光，亲自送你去会场。刘先生，这也太客气了，我怎么好意思麻烦你？肖医生，瞧你这话说的，你可是我刘振东的救命恩人，做这些都是我应该的。小雅，快去给肖医生开车门。好的，爸。肖医生，坐我的车，我们一起过去。秦先生、李院长一起上车吧。肖晨光，应该快到了吧？来了，走，去迎接我们大夏医疗协会最年轻的国医圣手。前世梦寐以求的场景，如今实现了。晨光，今天你是绝对的主角，大家都在等你。赵会长，让你们久等了。没有，时间刚刚好。走，随我进入会场，授章仪式马上开始。经过大夏医疗协会全体理事评定，决定将萧清光医生评定为大夏国医圣手，授予国医圣手勋章。现在有请南疆省唯一一位国医圣手秦洛明先生为萧晨光授予国医圣手勋章。恭喜萧晨光成功成为大夏国医圣手，请问你有什么想对大家说的吗？我萧晨光在此保证，我的余生将全力以赴为大夏医疗事业的发展努力奋斗。